双面三异绣，讲究一形一色一针，在薄如蝉翼的绣布上用不同的针法，很比于两面绣出不同颜色的不同图案。你若是能蒙眼在3小时完成这幅双面三异绣，你便可接替为师这绣圣的称号了。副总，听说绣圣崔凤来就隐居在这大罗山，您亲自相邀，想必定能请动他老人家出山。师傅，徒儿的技艺如何？你呀，不仅掌握了双面三异绣，你还掌握了为师的独门秘技化生针。所谓的化生，就是绣花能生香，绣鸟能听声，绣虎能奔跑，绣人能传神。以你如今的水准，足以接替为师这绣圣之名了。我才不想当什么绣圣，我只想当一辈子的绣圣徒弟。哎，师傅，您这袖口破了，徒儿给您绣一只小熊猫吧。好啊，好啊。这下好看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爸妈之前来电话说找你有事儿，你去给他们回个电话吧。嗯。请问您是非遗文化传承人绣圣崔凤来吗？找我老婆子有事儿吗？这是我们副总，他创立了一个立足于非遗刺绣文化的奢侈品牌刺界，想邀请您出山。绣圣，这些都是我们副总准备的一点心意，顶级别墅一套，私人飞机一架，富士集团旗下不限量黑卡一张，希望您能出山。现在非遗文化难传承，小伙子，你能有这份心很不错，可惜老婆子我年岁大了，眼睛不中用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双面三异绣，刺绣中难度最高的一种技艺。当时掌握这档技艺的，除了绣圣，只有3位顶级大师，还未封真的，便只剩下当今绣圣您了。还有您的独门秘技化生针。绣圣当年的作品不是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国宝，就是被赠送给来访的外国领袖。唯一一幅流入市场的作品《花木兰》，更是被拍出5亿的天价。那这幅作品岂不是无价之宝？这是我徒儿绣的，他的技艺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徒儿，既然是绣圣的徒弟，这件作品我愿出价值5个亿，不知绣圣可否割爱？老婆子我对钱不感兴趣。这只熊猫，你没事吧？你又写了，这个是跟师傅学刺绣以来第一件作品，送给你了，快擦擦。会是你吗？也是，你小时候绣工就这么好，成为绣圣徒弟也没什么可好奇的。绣圣，这只熊猫，这是我徒儿，他孩子气，看见我袖口破了，就帮我绣了只熊猫。这袖口熊猫虽然普通，但足见绣工精湛。还有这双面三异绣和化生针，
年纪轻轻便能掌握如此巧夺天工的技艺，不愧是秀胜的弟子。既然秀胜不愿出山，我愿以同等代价，请您的弟子出山。好，他就在上面，你去找他。什么？奶奶生病昏迷，还要我跟一个叫苏清染的结婚？秀胜，这次打扰了，家中有些急事，下次再来拜访您。师傅，我爸妈既然要我跟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结婚，我得赶紧回家一趟，不然他们跟我卖了我都不知道。等我处理完这些事儿，我再回来看您。结婚就结婚吧，那小伙子人挺好。妈，那什么傅思涵我见都没见过，他要是个矮子，长得又丑又胖怎么办？你还有脸嫌弃别人？就你这不务正业的样子，哪个男人能看上你？我怎么不务正业了？我可是非遗文化传承人秀胜崔凤来的唯一弟子。什么狗屁非遗文化，还秀胜？你秀了这么多年，秀出什么名堂了没有？现在谁还关注什么刺绣啊？妈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但不能侮辱我师傅，更不能侮辱刺绣。然然，妈妈这也是为你好。你王阿姨的女儿都成为顶级服装设计师了，你呢，连自己都养活不了，听妈妈的，赶紧去跟傅思涵结婚。你不就想我给你丢人了？你就是给我们丢人了。你要是能像王阿姨的女儿一样，就是离婚，我也不管你。但现在你必须马上跟副总结婚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一定能凭借刺绣这门手艺大放异彩。结婚就结婚，大不了跟他约法三章，等我闯出名堂了，直接离婚。你是傅思涵？苏清染，原来是你啊！虽然你人长得挺高挺帅的，但是啊，这些是婚前协议，明确双方只是协议结婚，不得干涉互相的生活，且不得暴露跟我们副总的婚姻关系，否则赔偿违约金1个亿。什么？1个亿？还有，我们副总可以随时终止婚姻关系。我不管你给奶奶下了什么迷魂药，让她以死相逼，但是我要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跟你结婚只是权宜之计。你脑子有病吧？什么迷魂药啊？有喜欢的人了不起啊？要不是我爸妈都懒得搭理你，不就是婚前协议吗？正合我意。你千方百计的嫁给我，不就是为了傅爷的钱吗？卡里有100万，你只值这个价，除此之外，多1分我都不会给你。本姑娘有手有脚，谁稀罕你的脏钱？欲擒故纵，这种女人最让人厌恶。你到底在哪儿？我们这辈子还会相遇吗？秀胜徒弟会是你吗？等我处理好这些事情，就去大崂山找你。去此见。师傅就是在第7届锦绣大赛上夺得冠军，一举成名的。本姑娘的技艺不输师傅，一定也能夺得冠军。锦绣大赛3年一届，是全国最顶尖的刺绣比赛，参赛资格都是分发给各大品牌的，但是各大品牌都有自己预备好的候选人，不惜那外人。
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也有，你可以去参与那些有参赛资格但是刚刚创立不久的品牌，比如刺界。欢迎副总莅临指导工作。思涵，林月溪，我答应让你来次界当长秀，是为了看到次界成为行业的翘楚，乃至成为全球的顶奢品牌，而不是看到这些形式主义。还有，以后叫我副总。是。最近次界情况如何？副总，次界才成立半年，目前还没有什么客户。不过你放心，等我们在这次金秀大赛上获得了名次，一定会将次界的名声打出去的。最好如此。来面试的，跟我来吧。这次界的老板还真是财大气粗。当然了，富士集团知道吧？我们次界的创始人可是富士集团的总裁，他上一个创立的品牌临界已经成为全球顶级奢侈品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唉，不过我们这一行受众还是太少了。据说副总啊，还是因为一个女人才创立的次界。副总这么浪漫吗？那个女生真幸福。副总啊，既有钱又深情，关键啊还长得帅。你有机会自己见到就知道了。对了，面试地点在后院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要先去忙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去大罗城，这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把秀生弄出的情况。是啊，也正好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你。小心！是你？怎么，后悔没要那张卡，跑到次界来求我了？本姑娘求你，还真以为自己心腹就是次界老板副总啊？你放心，本姑娘就算流落街头，饿死都不会来求你。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该不会是……你该不会是来应聘保安的吧？保安好啊，少走几十年弯路，希望你能面试通过。这是月希姐，你快看，这是我的东西。他是谁？竟然敢勾引思涵！谁稀罕？你，他是来面试秀师的，没想到竟然敢勾引副总，我这就把他赶走。不，他的面试你亲自来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次界有几个可以参加金秀大赛的名额？怎么，就你也想参加金秀大赛？还真是痴心妄想。我们次界参加金秀大赛的名额只有一个，能代表次界参赛的只有技艺最高的长秀。只有长秀能参加，那我就应聘长秀吧。我们次界的长秀月希姐可是高级秀师，而且离大师级秀师也不远，还获得过青秀赛的冠军。你一个无名之辈，也配合月希姐争长秀的位置？又是一个好高骛远的毛丫头，妄想参加金秀大赛一举成名，还是先花个6、7年的时间把基本功给打牢吧。基本功？师傅说了，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的基本功更扎实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今天的面试内容就考察基本功中的分丝，如何？好啊。分丝秀是基本功中至关重要的一项，分丝的细度和均匀度都会影响绣面的效果。蓉姐可是高级绣师，她已经能够熟练地将一根蚕丝线分成16丝了。整个次界也就只有月希姐能够将一根蚕丝线分成32丝，压蓉姐一头了。月希姐是刺绣世家出身，也是副总亲自带来咱们次界的。据说月希姐跟副总可是青梅竹马，这怎么能是咱们能比的呀？只要你能赢了许荣，我做主让你留在次界，并且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。但是你要是输了，就得下跪当众认输，并且不准再纠缠思涵。思涵？傅思涵？难道他就是傅思涵喜欢的人？
难怪刚才碰到了傅斯涵，刚领了证就来找姘头，这是怕被误会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1、2、3、13、14、16，天哪！蓉姐真厉害，居然把一根丝线分成16丝，比头发丝还细。这可是蓉姐练了7、8年的基本功，当然厉害了。我要是参加面试的，恐怕早已道心破碎了。该你了，你是想挑战分16丝还是32丝呀？都不是。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赶紧认输，然后履行承诺。我只是觉得分丝32丝太简单了。师傅让我练手的可是分丝128丝。128丝，除了当今秀圣，还有谁能做到？既然你自己找死，到时候输了，可别怪我们欺负你。这是吹丝法，只有顶级秀士才能掌握的。分丝128丝，成。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他居然真的分成了128份。难道他是秀圣？他怎么可能是秀圣？分丝只是刺绣基本功中的一项，他肯定是将时间都花在了分丝上，其他方面肯定特别差。反正我赢了。好了，那你就留在这里做一个分丝的帮工，刚好大家刺绣需要分丝，都交给你了。刚刚明明说好的，只要我赢了他，就能挑战你掌袖的位置。我是说过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，但并没有说具体时间，就放在金秀大赛之后吧。你，秀圣，上次我们副总家中有急事，没能与令徒见面。这次我们诚心来想请令徒出山的，只要他能出山，什么条件随便开。小伙子，你们来晚了，我那徒弟早就下山去了。什么？已经下山了？秀圣可否将令徒的联系方式告知？你们会见面的。真度来刺界踢馆，我马上回来。秀圣，打扰了。你们刺界不过创立半年，区区2名高级秀师，连件像样的作品都拿不出，凭什么分掉一个金秀大赛的名额？我们有没有资格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别说我瞧不起你们，如果没有大师级的秀师坐镇，你们刺界就算参赛，也是一轮游的命。这是我们真度带给刺界的上门礼物，一轮游。如果这次踢馆你们输了，你们不仅要把金秀大赛的名额让给我们，还要挂上这块牌匾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比就比，真当我怕了你们不成？你们真度要是输了，也得同样的惩罚。好。这真度的赵春阳可是上届参加金秀大赛的高手，这次踢馆，不知道咱们刺界还能不能赢了？这有什么好怕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包赢他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可是刺界的秀师，哦不，马上我就是刺界的掌袖了。倒是你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来给姘头林月熙加油的。虽说我们是协议结婚，但我好歹也是法律保护的呀。当着我的面来找姘头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也会刺绣？我不会，你会啊？秀圣笃定我跟他徒弟会见面，可最近见的陌生人也就这苏清染了。难道苏清染就是他？那不可能，他那么善良，苏清染那么毒舌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我也不欺负你，就绣一个简单的双面异色绣百合花吧。
双面异色绣是两面图案一样，但是颜色不同的绣法。虽然比双面三异绣要简单，但是也只有大师级的人才能掌握。难道他已经大师级了？我也绣双面异色，绣百合花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？虽然叶希姐你已经距离大师不远了，但是还终未绣成过双面异色绣的作品啊。赵纯阳他也只是高级绣师，他都能绣出，我也信。好，叶希姐，我给你当助手。看你们这么大架势，我还以为多厉害，结果就是最普通的针法。难道是我太厉害了？月希姐，你真的绣成了双面异色绣，这下咱们次姐也有大师级的绣师坐镇了。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的，还得再沉淀沉淀。不过这一次的踢馆，我们赢定了。副总，林长秀非常自信啊，看来这次踢馆我们要赢了。赢？虽然是菜鸡互啄，但是看赵春阳的手法就知道了，林月熙这次输定了。你也是次界的绣师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你不怕次界管你出名吗？还真是情眼里出西施啊！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不信你们继续看就知道了。这幅百合图正面是黄色百合，反面是粉色百合。虽然完成了双面异色图的绣制，但是黄中透粉，粉中见黄，昏色和透线过于多了，细节处理太过粗糙，正面都能看见反面的针脚。花瓣的渐变一点也不协调。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只能算劣子品。林月熙的技艺还是不足以胜任次界的长袖，看来还是得尽快找到的。我创立次界也是为了他，他肯定会来帮我吧。月希姐已经进步很大了，说不定那赵春阳还不如她。双面色调过度自然，没有昏色和透线的问题。双面均无结节，毫无针脚痕迹，尤其是花瓣边缘和花蕊中间，线条干净利落，花瓣渐变自然，绣面平整，光泽度饱满，真是一副不可多得的精品。赵大师，我愿意出价100万，可否割爱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已经是大师了。看来是我赢了，那这幅作品就赏给你们次界当镇店之宝了。你这是在羞辱我们，我们不需要。哟，还知道要脸呐？不过脸可是要靠实力争取的，但你们次界就是一群垃圾。赶紧兑现承诺，把参赛名额让给我们，再把牌匾挂好。慢着，慢着！你说他们是垃圾，我承认；说我是垃圾，你还没那个资格。还有，那参赛名额是我的，你拿不走。苏清然，还嫌我次界丢脸丢得不够吗？全力寻找秀生的资源，一定要找到。是，找到了你，我就跟苏清然离婚。你是谁？也是次界的绣师？真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什么绣师？我马上就是次界的长袖。苏清然，你只是个分司的帮工，这也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他自己找死，让他去就是了。你要是真的赢了赵大师，我这长袖之位让给你又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反悔。玉溪姐，次界这次丢了这么大的面子，思涵一定很生气，所以次界不能只有我输。苏清然正好来帮我承担思涵的怨气。玉溪姐，刚才他趁你在上面比赛的时候又攻我，这次等他输了，咱们就能顺理成章的再赶出去。原来是个打杂的小帮工啊！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敢挑战我，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是你才对。废话少说，我赢了，你不仅要把次界的参赛名额还回来，你们真度还要再给我一个名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要是输了，我让你在真度的门口跪上3天3夜来赔罪。输？除了我师傅，这个世界上能让我输的还没出生呢。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赢我。我不欺负你啊！你花了6个小时绣了一幅双面异色绣，那我花3个小时
绣同样一幅双面异色绣，如何？3个小时绣出一面双面异色绣，就是秀胜当面，也不敢说下如此大话。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你！天哪，他这气势一出，怎么给我一种顶级大师的感觉？而且他也不用临稿，看他这样子，似乎不是在绣百合，而是锦鲤。双面异色绣锦鲤，可比绣百合花样难多了。不过，他确实绣得很快。小丫头还真是自信呐！这幅双面异色绣锦鲤图，连我都不敢绣。连赵大师都不行，这苏清冉她一个连初级绣师都不是的人，还敢挑战这么高难度的，真是丢人，还不如直接认输呢。哗众取宠，赵春阳如今可是大师级绣师，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怎么可能赢？无非就是想借此博取一些名气罢了。苏清冉，我要是你啊，我现在就认输，然后给月溪姐跪下磕头道歉，说不定月溪姐心情好。可以在赵大师那求求情，让你少跪一天呢。输，我的字典里可没有输这个词。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我看你啊，连一条锦鲤尾巴都没绣出来吧。时间到，好了。反正都要输了，还在那故弄玄虚。你们输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能力。但我嘛，之前说过了，除了我师傅之外，能让我输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就赶紧请评委品鉴一下吧。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里过家家。天哪！这锦鲤竟然真的如同活过来一般，还有这花，我当真闻到芙蓉花香了。秀胜的独门秘技，花生针。难道苏清冉就是秀胜的徒弟？那岂不就是……绣花能生香，绣鸟能轻声，绣虎能奔跑，绣人能传神。这是绣胜的独家秘技花生针。这鱼翅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定然是以1/64的蚕丝绣制的。再看这鱼鳞、鱼眼，融合了纱针、晕针、片线针以及车拧技艺法。天哪，简直是巧夺天工呀！锦鲤戏水，芙蓉生香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竟然可以再次看到花生针，真是死而无憾了。这位啊，苏大师，你的这幅芙蓉锦鲤图，我出1000啊，不，我出1个亿，你能否卖给我？什么？这竟然是传说中秀胜的独门绝技花生针？那苏清冉岂不就是秀胜传人？花生针，这竟然真的是秀胜的独门秘技花生针。几位评委，别光顾着震惊啊！这可是一场比试，赶紧打分。经我们3位评委讨论，一致认定苏大师这件作品真乃万里挑一，不对，是千万里挑一精品中的精品双面异色绣。我宣布，苏大师代表次界战胜赵春阳代表的真度。怎么样？现在服了吗？我认输。按照赌约，你们真度要输给我一个参加金绣大赛的名额。愿赌服输。从现在起，我的那个参加金绣大赛的名额就是你的了。输
输给华生针，不丢脸。告辞。按照约定，我代表次界打赢了这场踢馆赛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次界的长袖了。你，思涵，这次是我没有发挥好。我上次见到华生针，是前几天拜访秀胜他老人家，见他徒弟绣的一幅双面全异绣。你也会华生针？难道你就是秀胜徒弟？他这是见我抢了他姘头的风头，所以恼羞成怒，想给他姘头找回场子吗？算了，反正参赛名额已经拿到手了，就不节外生枝了。哎，什么华生针？我不懂啊，这些都是我自己钻研的，可能是我刺绣天赋太强了，一学就会。我们村二狗都说了，我是天才中的天才。那你可否见我？哎，你烦不烦呀？我要为金绣大赛做准备了，没空在这儿跟你胡闹。走。为什么我和思涵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却从来都没有碰过我的手？苏七然这个贱人凭什么？思涵，我说了，以后叫我副总，再这么没有分寸，次界你也不用担了。思涵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是看在我们的交情上，才相信答应让你来次界当长袖。可现在呢，区一个踢馆，却要靠一个打杂的才能赢。副总，这次是我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这一次的金绣大赛，我一定会将次界的名声打出去的。副总，虽然苏清冉替我们赢下了比赛，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作弊了。作弊？那不能啊！苏大师刺绣的时候，我们可都是全程见证的，也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的。毫无破绽才是最大的破绽。刺绣是门精细手艺，一般绣师绣制一幅作品需要花几周甚至几个月。赵春阳绣制一幅普通的双面异色绣，都要花费6个小时。这芙蓉锦鲤图可比百合花难绣上数10倍，绝对不可能在短短3个小时之内就能绣制完成。除非他是绣圣。难道苏清冉真的作弊了？可是那华生针怎么解释啊？那可是秀胜的独门秘技啊！3年前，在上一届的金绣大赛上，有人在绣布和针线上做手脚，冒充是秀胜的徒弟，使用了华生针，骗过了所有人。直到决赛，才被一位顶级大师发现真相。看来是我认错人了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你？这是不是应该找苏小姐问清楚比较好？这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我看那苏清冉就是想靠作弊成为长袖，然后参加金绣大赛博取名声。依我看，就应该把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渣给开除，然后全国封杀。让他继续留在次界。副总，要是在金绣大赛上苏清冉被发现作弊，那坏的可是我们次界的名声呀！你在质疑我的决定？是，副总。你们好好准备，金绣大赛上，我要看到次界打出名声，否则你们也没必要留在次界。是。苏清冉，难怪你刚才急急忙忙离开，原来是怕作弊被发现。看在奶奶份上，这次我先不跟你计较，但你要是再敢给我惹是生非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全力寻找秀胜徒弟的消息。是。哎，长袖的位置你什么时候给我啊？这可是你之前亲口答应的。就你还想当长袖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又想反悔啊？我们月溪姐会赖你的账，你笔试作弊已经被发现了，副总大怒，差点就要开除你了。什么？副总怀疑我作弊？等等，副总什么时候来了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说清楚。副总已经走了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？副总是李万基，哪有空搭理你啊？
不会这傅思涵真的是副总吧？不可能，副总为了心爱的人穿满了刺戒，怎么可能是傅思涵这种脑子有问题还自恋的人？冰山，我都说了，副总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理你这种小喽啰呀？长袖你就别想了，虽然副总大度，但是你靠着作弊才赢了赵大师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主动离开刺界。我没作弊，为什么要离开啊？况且，这金秀大赛的名额我已经拿到了，这长袖当不当也无所谓。你，月溪姐，我们真的要让这个苏清远代表我们刺界去参加金秀大赛吗？我看他还有点实力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他去参赛。刺界的荣誉只能是我替思涵争取来的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我的地位。可是他已经拿到名额了呀。谁说他拿到手就一定是他的？我才是刺界的长袖，一切我说了算。月溪姐，你是想……我们刺界好歹也是傅氏集团旗下的品牌，真度敢踢馆我们也必须回击。你去安排一下，刺界向真度发起挑战，踢馆人苏清染。只要踢馆输了，我们就能把名额再输回给真度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刺界的名声不就毁了吗？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奶奶，您慢点。哎呦，你们回来啦？哎，人呢？我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哎呦，我是问我的大孙媳妇冉冉，怎么，她今天没跟你回来吗？奶奶，您提个外人干嘛？什么外人呐？你们已经结婚了，她就是你的妻子，那也是我们傅家的人呐。你个臭小子，你撇下老婆不管，你竟然一个人给我跑回来！奶奶，我才是您的亲孙子。我不管，你如果不给我把冉冉带回来，哼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孙子，你也就别回这个家了。这还没回来，奶奶就这么想着他。要真把他接回来，他天天跟奶奶吹耳旁风，奶奶岂不是连我这个孙子都不认？奶奶，不是我不接他回来，是他嫌弃您老，不想回来住。你胡说！冉冉的父母我可了解，他那么善良，教育出来的女儿肯定是温婉善良的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竟然这样的诋毁你老婆，你看我今天怎么样收拾你！哎，奶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他坏话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消消气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，好好的给我陪冉冉。你们想单独住，你们就单独住吧。过几天呀，我就去看看你们。如果我再发现你对冉冉不好，你看我怎么样教训你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您消消气啊，好吗？照顾好奶奶。好的，少爷放心。李玉，副总，夫人就是在这儿租的房子。你看，夫人回来了。副总，夫人是看不清城内情况的。我刚刚在记鞋带。那走吧。副总，您不去求夫人搬过来跟你一起住？求？我堂堂傅氏集团总裁，我去求她？那您跟老夫人怎么交差啊？找到房东。王先生，这位是我们副总，
想委托您办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听说你有个姓苏的租客，找个理由让他退租。我不管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恩怨，我跟他签了合同，他就是我的租客，我一定会保证他所有的合法权益。这是1万。我不是这种人。5万。这是个违约行为，我要支付违约金，还得从头说。10万，再高可就没有了。其实苏小姐是我们副总的妻子啊，最近小两口闹矛盾，谁都拉不下来脸道歉，所以了解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我再给你加10万，让他住进我指定的房子。成交。王哥，你来做什么？冒昧问一下，苏小姐，你结婚了没？我当然结婚了。我跟我老公最近有点小矛盾，所以搬出来住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啊，别介意，苏小姐，我不是坏人，只是这个房子最近有新的用途，所以麻烦苏小姐得重新找房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，那当时别租给我。况且我们当时可是签了。苏小姐放心，是我的错，所以把你的租金和押金退给你，另外还会再补偿你1万块钱作为违约金。行了。其实苏小姐，夫妻之间吵吵闹闹很正常，只是话说开了就好。毕竟家和万事兴嘛，外面再好也没有家里温暖。苏小姐怎么不搬回家住啊？这个我连傅思涵家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搬哪儿去？苏小姐如果着急的话，我有一个朋友去了国外，房子空出来，正在招租，而且价格比较优惠。在哪儿？副总，这是房产证。这就是你说的老破小？副总，您毕竟是咱们富士集团的总裁，哪能真让你租老破小呢？哎，再说了，这会儿王先生都带着夫人赶来了，也来不及再找了。行吧，那就让苏清冉占点便宜。苏小姐，就是这儿。哎，这小区一看就很豪华，你觉得我真的能租得起？苏小姐，您放心，我那个租客很好说话的。走。傅思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王哥，他该不会就是你说的另外一个租客吧？苏小姐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谁跟这种脑子有病的自恋狂认识啊？冰山脸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富士集团总裁啊？还不是沦落到租房了？既然你们认识，那更好住在一起，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纠纷。谁要跟他这种自恋狂合租啊？我苏清冉，今天就算流落街头成为乞丐，也绝对不会和这种人合租的。哼！我那朋友说了，如果租他房子的是一对情侣，房租只收1000。1000？合租的话，岂不是我只要出500啊？1个月500就能住这么豪华的房子，太值了。哎，既然两位之间有矛盾，那就算了。看来我只能重新去找。哎，等等，谁说我们有矛盾了？王哥，其实我们是领了证的夫妻，只不过之前闹了一点小矛盾而已。那太好了，我那朋友说了，如果是夫妻的话，房租水电全免啊！全免？这不就亏了吗？这房东也太蠢了。哎，该不会
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吧？不用担心，房东根本就不差钱，他只是比较感性，敬重爱情。那行，我们租了。现在你们也得证明你们得是夫妻呀。这是我们的结婚证。现在假证这么流行，你一张结婚证恐怕证明不了什么，除非啊，你们亲一个。什么？还要亲一个？这老王还真可以，那20万没白花。对呀，不仅你们要亲一个，我还要拍张照片给我朋友看。兄弟，我够意思吧？你拉片面子，我帮你。哎，怎么？你们不是夫妻吗？难道亲一个就这么难啊？难道刚才你们是骗我的？要这么着话，这房子我不租你了。哎，慢着，亲下去。这下终于能给老夫人交差了。好了，亲完了。房子现在是你们的了，密码我就发到你手机上了。明明是逢场作戏，为什么我的心跳会这么快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明明是我失去了初吻，怎么搞得好像你被我占了便宜一样？连初吻都毫不犹豫给了我，难道他跟我结婚并不是为了钱，而是真正喜欢我？也是，我这么优秀，很难有女人不为我着迷。哎，你千万别多想啊！我刚刚亲你，单纯就是为了免去房租。只是为了免房租，真的没有其他意思。你做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吧？你除了脸长得帅点、身材好点、腿长点之外，一无是处。况且，你不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？哎呀，放开我！要是被你的姘头知道了……刚才我竟然把你忘了。傅思翰，你干什么？松手不让说一声，你是哑巴吗？是你让我放手的。你把我衣服扯坏了，说吧，怎么赔？不就是件破衣服吗？300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加。我这件衣服可是高级私人定制，价值上百万，你300块钱连根线头都买不到。你爱要不要？房都租不起，还穿上百万一件的高顶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这个秀胜徒弟亲自给你修补衣服，你是不是还要倒贴给我啊？靠作弊才能赢得比赛的人，也配称作为是秀胜徒弟？你今天差点都被开除了，要不是因为我……谁跟你说我作弊了？哎，你今天也在现场的话，你有没有见到副总啊？你们都姓傅，应该认识吧？哎，能不能帮我传个话？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不会真把自己当副总了吧？副总为了心爱的人创办刺界，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自恋狂啊？原来我的另外一面，在他心中评价这么高。不是，我怎么可能是副总？吓我一跳！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针线修补衣服。好了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怎么，被我的刺绣震惊的说不出来话了？
你怎么会绣这个小熊猫？难道你就是他？什么你啊他的？这熊猫不是个绣师都会绣吗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是个绣师都会绣？是啊，一惊一乍的。你该不会是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吧？这也没烧啊。你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大概5、6岁左右，送过一个小男孩一块绣把？那么小的事情谁还记得啊？早忘了。所以你也忘了，也是。那对你而言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不是，你怎么又 emo 了？你自己 emo 吧啊！我收拾去。我小时候好像是把我的第一件刺绣作品送人来着，不过我哪还记得是送给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？傅斯还问这个干嘛？难道我今生都找不到你了吗？终于搞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平时工作忙，很少来这里住。过2天奶奶回来看看我们，到时候不要露馅了。你要应付家里，我也要应付家里，咱们互相帮助，放心吧。傅斯涵偶尔才回来住，那这么大的房子，平时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？月溪姐，挑战书已经下了，踢馆时间就定在明天。挑战的对象就是去年金绣大赛上的王大师。很好，苏清然，你死定了。苏清然，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上次真度不打招呼就来踢馆，完全不把我们刺界放在眼里。所以我决定以牙还牙，派你去踢馆。踢馆？不去。哎，苏清然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月溪姐可是刺界的长袖，是你的顶头上司。你要是敢拒绝的话，我们可以随时开除你。算了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看在傅斯涵的面子上，我懒得跟你们计较。行，不就是踢馆嘛，去就去。时间地点我发给你了，你可一定准时到达。放心，我一定准时到达。月溪姐，你说我们这么做，副总会不会生气啊？他一个小人物而已，思涵根本就不会在意。要不是他勾引思涵，我都懒得针对他。赶紧把他赶走，好让我腾出手来对付另外一尊大敌。副总这些年来，除了月溪姐，再没接触过别的女性，还有谁能威胁到月溪姐在副总心中的位置呀？难道是副总那个白月光找到了？什么白月光？就是一块绣布而已，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人。我说的是那个用尽手段跟思涵结婚的人。什么？副总结婚了？副总可是傅氏集团的总裁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外界居然毫无消息，说明思涵根本就不在乎他。不过我派人去调查这个贱人，却怎么都查不到他的消息，只查到最近思涵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个苏清然。月溪姐，该不会和副总结婚的就是那个苏清然吧？什么结婚？谁要结婚了？不是苏清然，你突然跑出来干什么？吓我们一跳！你给我发的踢馆地址竟然在山里面，不仅只能走路去，还下午1点就要开始比试了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当然没搞错啦！真度最近请了一位大师，长居在山中，这很合理吧？这么一说，倒也合理。我师傅不就隐居在大罗山吗？苏清然，你和思涵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糟糕，他们该不会是知道我和傅思涵结婚了吧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和傅思涵没有关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他的。踢馆时间急，我先去了啊。
个蠢货，思涵绝对不可能看上他，况且他连我的家世都比不上。哎呀，月溪姐，我也就随口一说嘛。不说了，赶紧去准备今天的踢馆吧。至于苏清染，就让他好好在山里边转转吧。欢迎大家来到次届对真度的踢馆现场。本次次届派出踢馆的人是一位叫做苏清染的秀师。这位初出茅庐的秀师竟然公然指名道姓的要挑战上届比赛前10的王大师。让我们有请双方入场。什么？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小丫头，竟然敢挑战真度的王大师，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哗众取宠的小丑。次届可是富士集团旗下的品牌，之前是真度踢馆在先，有些气象也是正常。林长秀，今天是你们次届挑战我们真度，还搞了这么大阵仗。不过现在我已经到了，你们的人呢？山路怎么这么绕啊？深度也是，市区那么多地方都不选，偏偏选这深山老林里面。还那什么王大师，名气没有我师傅高，倒比我师傅还能隐去。唉，我山里连个信号都没有，导航都看不了。唉。踢馆比赛马上开始，现在由我来公布一下比赛的内容。复原名作《天山雪原》，比赛时间为8个小时，其中1个小时为熟悉名作的时间。这次踢馆竟然是还原名作，还只给了1个小时的时间熟悉。要知道，还原可不只是简单的图案一样，还要针法丝线这些细节都得完全还原。天山雪原可是秀胜的代表作之一，虽说不是他巅峰期制作的，但胜在秀法多变，秀质极其繁琐。别说是8个小时，就算是8天，都不一定能够秀得完。我宣布踢馆比赛现在开始。林长秀，挑战已经开始了，你们次届派来踢馆的人呢？怎么还没到？王大使，您稍安勿躁，我们次届的踢馆选手苏大使他已经在路上了，我们再联系一下他。已经开始了，还在路上。这次踢馆可是你们次届提出的，你们到底有没有重视？王大使，我们苏大师说了，这种踢馆就是小意思而已，让你直接开始。不是他看不起你，只是他一到，你们就输定了。这小娃娃好大的口气，有没有把我和真度放在眼里？他不来，我也不会上，免得你们说我欺负年轻人。这小姑娘简直太目中无人了。真以为他侥幸赢了赵大师，这次就能赢了王大师？像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我们应该号召刺绣界一起抵制。学习姐，现在全场还有网上都在说苏清染还有咱们次届的。苏清染的名声可以败露，但次届不能。按之前的计划，把脏水全部泼在苏清染的身上。是。苏清染，等你从山里绕出来，就会发现你已经成了刺绣界人人喊打的落水狗。我等了2个小时了，他什么时候到？王大使，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，确实不是我们次届的意思，就是那个苏清染他自作主张。这样，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如果我们次届输了，我们就把金秀大赛的名额还给真度。所以苏清染这小姑娘什么时候能到？这她刚才又打电话过来，表示先让王大师你7个小时。什么？让王大师7个小时？他就这么自信？1个小时能复原秀胜的名作？这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我看他呀，不仅没把王大师放在眼里，连秀胜都没放在眼里。除名，一定要把这种垃圾除名。副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向真度发起了踢馆，却一直没出现在踢馆现场。
这场踢馆还开启了直播，现在全网人都在骂夫人，还说咱们次界目中无人。踢馆挑战真度的王大师，我记得王大师是真度3位大师中最顶级的那位。是啊，居然给我闯出这么大的祸！苏建人呢？把他给我找出来！夫人手机不在服务区内，那林长修是怎么联系又转述夫人话的？那就给他手机号定位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谁脑子有病才会把踢馆选在这种鬼地方？他们该不是骗我的吧？哎呀，不提了，谁爱踢谁踢去。连口水都没得喝，我都要渴死了。头也好晕，我该不会要中暑了吧？好想睡觉。别过来，我最害怕蛇了。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啊！怎么了？福子，谁来救救我！傅思涵，这难道是我快死了出现的幻觉吗？没想到这幻觉还挺真实的。傅思涵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这张脸真的很帅？要是换个正常点的脑子就好了。傅子涵，对不起啊，我的出现拆散了你和你喜欢的人。等我死了，你就跟他结婚吧。快去医院！这是哪儿啊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谁说你死了？傅思涵。所以之前那不是我的幻觉，真的是你来救我了。你一个人往深山老林里跑什么？当然是去踢馆啊，不是说踢馆在那里面吗？谁跟你说踢馆在深山老林里啊？完了，踢馆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你都已经中暑了，怎么还想着踢馆？上次副总就怀疑我作弊，我这次要是再给次姐丢脸，他万一一生气把我开除了，我就不能去进修大赛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进修大赛？当然是想向爸妈证明自己，然后跟你离婚啊。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啊？这不正合了你的意，给你心爱之人让位置吗？免得他一天到晚就知道针对我。行，踢馆挑战的地方在真度，我送你去。林长兄，只剩最后1个小时时间了，你们的人还没来吗？难不成真以为1个小时就能赢了我？
王大师，实在抱歉，只是这苏清染仗着和副总认识，平时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哼，没想到这苏清染竟然这么嚣张放肆！我建议对这种目无尊卑、道德败坏的熬书使进行封杀。对，封杀！封杀！一定要封杀！诸位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这一次的踢馆算我们次届认输，金秀大赛的名额还给真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将苏清染赶出次届。慢着！你们要把谁赶出次届？思涵怎么来了？还把苏清染一块儿带来了？月溪姐，你放心，时间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他苏清染现在来也改变不了什么。至于副总，只要咱们次届的名誉没有受损，副总怎么可能会在意苏清染了？没想到他们竟然骗我，还想败坏我的名声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。我是苏清染，之前因为一些问题没能及时赶到，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。他就是苏清染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脸来！我要是他，就该直接认输。看他那样子也不是很嚣张呀。不过时间就剩1个小时了，就算他真的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，这时间也来不及了呀。踢馆的内容是复原天山雪原图，1个小时，绰绰有余。1个小时，绰绰有余。他估计是看我们要封杀他，所以害怕了。小姑娘，今天你们次届输定了。不过你已经来了，我也不能让大家说我欺负年轻人，给你一个机会又何妨？那么王大师愿意给苏清染一个机会，我宣布踢馆挑战正式开始。复原秀胜名作《天山雪原》，时长1个小时。1个小时足够了。还敢这么嚣张？我看王大师就不该给他机会，还1个小时就能完成。我看1个小时，他连原作都记不住。之前是我看错了，我看之前那些嚣张的话，十有八九就是他说的。这不仅仅是对王大师的不尊重，更是对秀胜的不尊重。王大师，这场踢馆你已经赢了，要我说，干脆将他赶出去，直接封杀。小姑娘，年轻人可以气盛，但是不要太气盛了。须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王大师，我无意冒犯，更没有不尊重你。既然大家都不相信的话，那我就手下见真章了。我说真话怎么就没人相信呢？我当年跟师傅学刺绣的时候，可是被师傅压着临摹他的作品，必须要在1个小时之内复原。哼，那就开始吧。月溪姐，这下咱们可以放心了，这是他自己找死，可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我看他待会儿怎么收场。你说他这是胸有成竹的自信呢，还是自负？副总，我有种预感，夫人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。但愿吧。这王大师直接开始刺绣，是因为他早就熟悉过秀胜这幅作品。这苏清染竟然也直接开始刺绣。虽说秀胜的作品每位绣师都必须熟悉，但熟悉和掌握其中的细节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大家可以多看看王大师的手法啊，一定能从中学到很多。至于这苏清染嘛，大家不用浪费时间了，看了也是白看。副总，我怎么看苏大师的刺绣速度比那王大师的还要更快啊！快有什么用？秀胜这幅作品针法极其多变，他用一种针法，就算完全复原出来，也赢不了王大师。时间到！这一次状态太差了，看看1个小时才完成，要是师傅知道，肯定得骂死我。苏清染心虚了，我看他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现在让我们欣赏王大师的复原作品。这王大师竟然在短短1个小时之内复原出了秀胜原作的1/10，而且针法相似度高达80%。真不愧是王大师呀！以王大师的水准，怕是连成为顶级大师也不远了吧？是啊，我宣布，这次踢馆的获胜者是真都的王大师。恭喜王大师！恭喜王大师！
恭喜王老师！慢点，你们还没看我的画呢。自取其辱！哼，你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短短1个小时之内能秀出什么？完全没有看的必要啊，免得脏了我们的眼。哼！既然你还不死心，那就让大家来评判评判吧。王大师，您是不是接错了？是呀，我们要看的是苏清染的复原作，不是秀胜的原作呀。该不会苏清染1个小时什么也没秀出来吧？没有接错，这就是我复原的作品。什么？这就是你短短1个小时之内完成的秀作？这不可能！短短1个小时之内没有绘制底图，单纯凭借记忆就将秀氏名作1比1复刻了出来。连所有的针法、走线，甚至丝线的粗细都完全相同，简直如同秀胜麒麟呀！这位苏大师，如今次界有这边工艺的寥寥无几。我问您一个问题，您可是……你猜的没错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苏大师，今天你代表次界赢了，我输的心服口服。副总，我就说夫人肯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啊！没想到夫人实力这么强，连王大师都甘拜下风。苏清染、秀胜徒弟还有他，会是同一个人吗？苏清染、秀胜徒弟还有他，会是同一个人吗？要我说呀，什么秀胜的徒弟，既然找不到了，那就干脆不找了。我们的夫人也不见得比秀胜徒弟差，完全可以带领次界在金秀大赛上大放异彩。月溪姐，这下怎么办？没想到苏清染这个贱人竟然真的影响了王大师。休想！我绝对不会让他影响这场踢馆的。既然王大师主动认输，那么我宣布本次的获胜者是……慢着，林长秀，这场比试你们次界已经赢了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我身为次界的长秀，是无比的希望我们次界能赢下这场踢馆，但我想要的是通过正当手段赢下的踢馆，而不是作弊。什么？林长秀这意思是苏清染作弊了？我说呢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在短短时间之内100%复原秀胜的作品？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作弊呀！竟然是作弊，简直卑鄙无耻！我建议啊，取消他的成绩，然后直接全国封杀。哎呀，直接全国封杀！苏清染，你就等着名誉扫地、全国封杀，然后被赶出次界吧。副总，林长秀怎么这样？夫人可是为次界立下功劳，况且他刚来1个小时，他的实力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这怎么可能作弊啊？苏清染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妻子，不是谁都能污蔑的。你们怀疑我作弊，有证据吗？你们怀疑我作弊，有证据吗？你在1个小时之内100%复原了秀胜作品，这就是你作弊的证据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优秀也是罪啊！你们不行，那是因为你们是垃圾，不代表别人也不行。你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现在大家都怀疑你作弊，除非你能拿出你没有作弊的证据。你们拿不出来我作弊的证据，却要我自证清白。今天我之所以来的这么晚，都是因为他们告诉了我错误的踢馆地址，把我骗去了山里面，连信号都没有。我1个小时之前我才到现场，连比试的内容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作弊啊？你胡说！胡说！我这里面可是有你们发消息的聊天记录。那这么说，之前那些嚣张的言论，也都是林长秀他们编造的？所以说，苏清染没有作弊，能在1个小时之内复原出秀胜的原作，这都是实力啊！看来我们真度这次也是被当枪使了。林长秀真是好算计，狠起来连自己人都坑。什么？林长秀设计故意陷害夫人？这夫人和林长秀有仇吗？该死的苏清染，竟然敢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，谁给他的胆子？苏大师，我代表真度向您发出邀请，只要您加入我们真度，我们金秀大赛一定会有一个属于您的名额的。苏清染，不要！
谢谢王大师的好意，刺戒很好，坏的只是少部分人而已。不过苏大师如果有自己的打算的话，我也不多做强留了。希望在金秀的舞台上可以看到苏大师大放光彩。好一点。出去，来，进来，去医院。苏清然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思涵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什么看着他昏迷，我会有点难过？副总，林长秀来了。为什么？明明我才是和思涵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凭什么思涵这么关心你？我不甘心。你还有脸过来？看看你干的好事。思涵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？你身为刺界的长秀，一句不知道就是你给我的交代啊！看来刺界你以后也没必要继续待下去了。刺界长秀的位置以后交给苏清然。思涵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交情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要把我开除掉！思涵，外人，我们之间你才是外人。副总，之前的事情跟月溪姐没有关系，都是我自作主张。之前苏清然赢了我，让我丢了面子，所以我对他怀恨在心，才做了那些事情。许荣，我对你遗予众望，你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！思涵，我建议直接把他开除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你今天为什么当众污蔑苏清然作弊？思涵，我这也是为了刺界的名声着想，实在是因为他能在1个小时之内复原出秀胜的名作，这件事情太过于惊世骇俗，我们自己怀疑，总比别人怀疑要强吧？是啊，副总，这件事情除了他是秀胜徒弟，否则谁展露出那样的实力都会被质疑的。苏清然，你会是秀胜徒弟，甚至是他吗？况且现在刺界只有我和苏清然2个人有实力参加金秀大赛，我要是走了，就只剩下苏清然1个人了。好，我可以不开除你，但长秀的位置你也别想了。既然苏清然的实力比你强，那以后他就是刺界的长秀。好，只要你不赶我走就行。只要我还在刺界，就还有机会。苏清然，咱们走着瞧。傅思涵，他该不会一直在这里守着我吧？傅思涵冰山里都这么帅，但是笑起来应该会更帅的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就是看到你脸上有个蚊子，想给它赶走。哦，是吗？苏清然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张冰山脸？况且你不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才不要做小三。不过傅思涵笑起来还真挺好看的。最好如此。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我叫医生过来看看。苏小姐之前是一温中暑，过度消耗精力导致昏迷的，现在休息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，麻烦你了。那回家吧。傅思涵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再见。再什么见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房子是我们2个人合租的？夫人，明天老夫人要看望2位婚后生活，所以千万不要露馅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
之前怎么没觉得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傅子涵，你是怎么买得起这么豪华的车子？我们副总好像也有一辆这样的车子。那天我回家的时候，好像也见了一辆这样的车。哎，等等，大人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现在车子看起来都差不多，而且这不是我的车，是我租来装面子。哎，租车时间快要到了，是吧？啊，对。赶紧走，明天给我指挥站赶紧报到你的车，自己来。那我先去还车了。啊，哎，什么装面子，不就是装逼吗？看不出来你这么敷衍。行，好回去休息，累。哎，这间房是我的，你是那间房的，床单被罩都在里边，你自己可以啊。啊，我先去洗漱。这被套该怎么套来着？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啊？那个，我被套不被套？你帮我套一下。没了少爷命，还得了少爷病，连个被罩都不会套，还真以为自己副总了。等等，你该不会真的是……小心！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袋子给我！你还笑？袋子给我！你看到什么了？我发誓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想到一些好玩的事。苏清然，你最好把刚才看到的都给我忘了，否则我不保证会做出杀人灭口的事情。这有什么呢？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？男人至死是少年，那我还有一颗少女心，我还穿 Hello Kitty 的睡衣呢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嘲笑你的。那个，你不是还要套被套吗？我走啊！看好了啊，这样把被叠起来，然后右边同样折起来，不平。这不就好了吗？这么简单都不会，你这个样子，以后谁会嫁给你？苏清然，你到底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先睡觉了。没想到他会的还挺多的。如果你是他就好了。哎呀，然然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您是奶奶？哎，你第一次叫奶奶呀，奶奶就把这个镯子送给你，这可是我们傅家的传家宝哦。不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这不收，是不是不愿意做奶奶的孙媳妇儿啊？我这老太婆命咋那么苦哦？
这老头子早早的就离我而去了，这儿子和媳妇儿也出意外的走了，就给我留下了个孙子啊，还不愿意娶媳妇儿，这是让我这父家要绝后啊！好了，奶奶，您别哭了，我收下就是了。大不了离婚的时候再还给傅思涵就是。嘿，这就对了嘛！你呀，好好睡觉，这才是奶奶的孙媳妇儿呢。奶奶就不打扰你了啊。对了，傅思涵呢？哎，对了，傅思涵呢？傅思涵怎么回事？奶奶来了也不知道叫我。那臭小子在厨房呀，跟着王嫂给你学着做爱心早餐呢。给我做爱心早餐？就他那生活不能自理的样子，还会做饭？没想到傅思涵还挺细心的嘛。苏清忍，睡得爽吗？这又不是我让你做的。冉冉，来，快到奶奶这儿来。奶奶，我来了。来，我们俩呀加个联系方式，空了呢，你陪奶奶说说话，聊聊天。来，我扫你。奶奶，之前我不能收。这微信转账一天只能转20万，不多，就当奶奶给你的零花钱。改天你到家里头，奶奶呀再给你一张不限额的黑卡，就当是你的私房钱。奶奶，你攒这么多钱不容易，这钱我真不能收。老夫人、少夫人准备吃早餐了，这钱呀你就收着。现在该吃饭了，你肚子是不是饿了？妈妈，没给我准备早餐啊？哎，你那臭小子，哎，你不是自己做早餐了吗？你怎么连自己做的早餐你都吃不下去呀？那你今后怎么给我的乖孙媳妇儿做爱心早餐呀？奶奶，我才是你的亲孙子。那冉冉现在也是我的亲孙媳妇儿啊。少爷，老夫人还是心疼你呢。今天就当是给你个教训，以后给我好好的学厨艺，每天给我乖孙媳妇儿做爱心早餐，你听见了吗？平时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啊？你再忙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老婆呀。是啊，奶奶。傅思涵真不要脸，明明每天那么闲，还骗奶奶说自己工作忙。冉冉，以后啊，他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好，你就发微信给奶奶，奶奶呀替你收拾他。行，奶奶。啊，对了，奶奶听说你最近在刺界，臭小子，你就让自己的老婆在刺界当普通员工吗？你现在马上给我把冉冉招到傅氏集团当总管，让傅思涵把我调到傅氏集团当高管。傅思涵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奶奶，傅总已经升苏清冉为长袖，这长袖等同于品牌总经理，职位已经不低了。什么副总不副总的？那奶奶，您口渴了吧？来喝杯牛奶。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啊？奶奶怎么这么自信？傅思涵能让我去傅氏集团当高管，傅思涵也姓傅，难道他是傅家旁支？不用了，奶奶，我喜欢刺绣，待在刺界挺好的。真让我去什么傅氏集团，那我什么都不懂，肯定会出岔子的。那冉冉不愿意去集团，那自己开心就好。奶奶呀，只希望你们早点加油努力，给奶奶生个重孙子。重孙子，哎，冉冉，你慢点喝。哎，奶奶，我吃饱了，我先换衣服上班去了。慢点啊，路上慢点。臭小子，你还不赶紧去送冉冉上班？奶奶，我这饭还没吃好呢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傅思涵，奶奶给我的这个手镯，据说是你家的传家宝，这我不能收，还给你。啊，奶奶刚刚微信给我转了20万，我马上还给你。奶奶居然把这个镯子给了苏清然。既然是奶奶给你的，你收拾就行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我送你去上班。你用来装逼的车不是还回去了？那个，我自己也有车。副总，给您准备的车看到了吗？就是那辆粉色的小电驴。我这边查到了秀胜土地的一些重要信息了，等确认之后再向您汇报，就不打扰您和夫人了。副总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，我这可都是遵从老夫人的意愿。看什么呢？上车。但是，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还喜欢粉色。你懂什么吗？这叫猛男粉。快上车。坐好了，抱着我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。不用，我抓你回去。行。哎！有违约了？明明是你车技不好。敢质疑我的车技，那我就好好让你见。看来傅思涵也没想象中那么冰山嘛，这种感觉还挺好的。要是能抑制，苏清然，你想什么呢？傅思涵可是有喜欢的人。苏清然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次界的长兄，争取带领次界大出天下。你瞎操什么心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次界的老板呢。副总找到秀胜土地的消息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路上慢点儿！路上慢点儿！苏清然，刚才是谁送你回来的？那人看着怎么那么像思涵？糟糕，被他姘头发现了。哎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是我随便搭了一个摩的师傅。摩的师傅？也是，思涵可是傅氏集团的总裁，怎么可能开这种小电驴？你今天上班迟到了。我不对啊，我现在才是次界长兄，你一个普通员工凭什么要求我？又不是副总。你，对了，以后请称呼我为苏长兄。苏清然，你个贱人，你嚣张不了多久了。这是思涵的绣帕，所以刚才那人就是思涵。思涵竟然亲自送苏清然来上班，难道他们同居了？苏清然，这一定会让思涵从此厌恶你的。副总，我们打听到秀胜的徒弟极有可能是个左撇子。左撇子？你也是左撇子吗？我绣帕呢？快回家！家里没药，难道是丢在了去次界的路上？不是次界。苏清然，我不仅要让思涵厌恶你，还要让你参加不了金秀大赛，到时候只有我才能替次界参赛。等我将次界的名声打出去，思涵你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的。
没想到这副总还挺有眼光的，竟然让我来当刺界的长校。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刺界的名声打出去。见。你来做什么？苏长秀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冒犯了你。我今日特地侦查来向你道歉，希望这一次的金秀大赛，我们可以一起为刺界争光。看在傅思涵的份上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行，你的道歉我接受了。你故意的，苏长秀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自己没拿稳茶杯，我这就去找医生。医生，你可要帮我们苏长秀好好治疗一下，马上就是金秀大赛了，他还要靠这只手为我们刺界争光呢。参加什么金秀大赛？这只手要静养，除非你们不想要了。哎呀，那可真是不巧，这样的话，苏长秀就参加不了金秀大赛了。林月溪，你还真是卑鄙。不过你以为让我右手受伤，我就参加不了金秀大赛了吗？苏静然，你今天看到我的绣帕了吗？什么绣帕？呀，苏长秀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思涵，你手怎么了？这林月溪不是傅思涵的姘头吗？傅思涵竟然为了关心我推开了他。思涵，刚才我给苏长秀侦查道歉，他不小心烫伤了自己，医生已经给他上过药了，只恐怕是参加不了金秀大赛了。你确定是他自己受的伤？苏清冉再怎么说也是我的也是刺界的长袖，谁敢伤害他？苏清冉这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思涵竟然为了他三番两次对我发火，明明是你自己，什么一不小心。思涵，你这次来刺界是找什么样的手帕？给苏长秀用最好的药。思涵，你的绣帕是什么款式的？我这就让大家去帮忙找找。一块熊猫绣帕。熊猫绣帕，傅思涵也喜欢熊猫绣帕，不过他为什么会对一块绣帕这么关心啊？熊猫绣帕，你看到了？我没。该不会是苏长秀捡到了思涵的绣帕，给藏起来了吧？你少血口喷人啊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找找就知道了。思涵，你放心，只要这绣帕是在刺界丢的，我绝地3尺也帮你找到。林月溪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又想给我泼脏水吧？不过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没见过就是没见过。我找到了，是这块绣帕吗？只是已经被剪碎了。这绣帕怎么看起来有种熟悉感？谁干的？我是在苏长秀的绣台上找到的。你少胡说啊！我什么时候？苏长秀可是我们刺界的长秀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污蔑他可是要被开除的。我哪敢污蔑苏长秀？况且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污蔑他？苏清然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傅思涵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是啊，傅先生，夫人，苏长秀怎么可能做那种事？我只相信事实。也是，傅思涵厌恶我，拆散了他和林月溪这对苦命鸳鸯。现在林月溪站起来指控我，他又怎么会相信我呢？办公室有监控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就把监控找出来，看看是谁在诬陷我。傅先生，既然苏长秀说有监控，不如把监控调出来看看。那就去查监控。林月溪，你敢陷害我，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我倒要看看，在绝对的证据面前，你还要怎么辩解？苏清然，你以为我会这么傻，留着监控这种证据给你们？苏长秀，实在不巧，刺界的监控最近都处在维修当中，怕是调不了监控了。关键时刻监控就坏了，这到底是维修还是你们故意的？对呀，这怎么可能那么巧？苏长秀，监控维修之事早在2天前就已经发了通告，你身为刺界的长秀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还是说你是故意的，想借此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？你少血口喷人啊！证据就在这，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况且思涵的绣帕是今日才丢的，今日我们都没有接触过思涵，除了你。他早上看见傅思涵送我来上班了，
肯定是早上傅思涵绣帕掉的时候被你捡起来了，拿来诬陷我。我和思涵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自然是知道这个绣帕对思涵来说有多重要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做？你不会我就会。够了，苏清然，证据确凿。看在我们是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次届长袖的位置，林月溪继续担任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？傅思涵，你有那个资格吗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副总了？谁说我没有开除你的资格？苏清然，你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吧？思涵就是傅氏集团的总裁。你是傅氏集团的总裁？对，我是傅氏集团总裁傅思涵。所以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，戏弄我好玩吗？完了完了，我没有骗你，是你自己不相信罢了。是啊，师傅老说我头脑简单，都是我自己傻，怨不得别人。但是我要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跟你结婚只是权宜之计。这本就是一个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也该结束了。更何况，整个次界都是他为了林月溪才创立的，他们两情相悦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奢求呢？该死，苏清然和思涵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总不可能跟思涵结婚的就是他吧？傅思涵，我可以走，但是次界那个多余的参赛名额是我靠自己赢来的，我要拿走。你现在手都废了，还想着刺绣呢？林月溪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的右手不能拿针，可没说我的左手不能。你是左撇子？孙长袖是左撇子，那他岂不是？那就是秀胜徒弟，也很有可能是你。我不是左撇子，只不过是因为我后期勤加练习，所以两只手都能灵活使用而已。这怎么可能？普通人练一只手刺绣，起码要10几年才能精通，你怎么可能2只手都会刺绣？你们不能，那是因为你们菜就多练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赢来的那个名额可以带走，但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，也休想打着我的旗号再胡作非为。好，等我赢得了金秀大赛冠军，向爸妈证明了自己，我就还你自由。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疼？难道我喜欢上苏清然？思涵，3天后的金秀大赛，我一定会将次界的名声打出去的。不可能，我喜欢的一直都只有他。副总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这手帕真不是夫人送的？不许再叫夫人！当年送绣帕的那位姑娘，你可是害苦了我家少爷。对不起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送我的手帕。难道我今生注定再也无法找到你了？副总，我听说曾经有一门可以修复碎片的针法。你说鬼斧神工的针法，补天，这种针法很难掌握，早就已经失传。秀胜可是近100年来唯一技艺丰盛的人，他老人家或许能复刻出这门针法。去大罗山。你特意来找老婆子我，就是为了请我用补天针法把这块绣帕修好吗？我听说这补天针法早已失传，向着秀胜名传天下，应该会。这补天针法，老婆子我倒是会，就是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，跑这么远来，不累吗？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天下还有其他人会补天针法？我徒弟啊，这补天针法就是我和他一起复刻改良的。上次秀胜说我和令徒有缘，只是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令徒的消息。怎么可能？你袖子上这只熊猫，一看就是我徒弟绣的，这是他特有的针法。这是您徒弟绣的？还有这绣帕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他当年随我学刺绣后的第1件作品。
当年他下了一趟山，回来说秀怕送人了，没想到你们俩的缘分竟然这么早。您的意思是，这绣帕还有这袖子上的刺绣是出自同一个人，也就是您的徒弟？冒昧问一句，您徒弟是不是叫苏钦然？对呀，冉冉本名就叫苏钦然，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。难道你们还不认识？认识。所以说，这本就是他的作品，你去找他修补更好一些。多谢秀圣指点迷津，我还有急事，就先走了。副总，没想到你找那么久那个人竟然是苏小姐，这简直太有缘分了。叫夫人。不是你让叫的，男人变脸可真快呀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。不应该不相信你，不应该对你说那么重的话。快，再快点儿！现在想来，这套房子你是特意买来陪我演戏的吧？可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好运，遇到了一个好房东。然后右边同样折起来，扶平。堂堂副市总裁，居然陪我一个小人物演戏。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书，30天之后，我肯定早就拿到了竞秀大赛冠军，向爸妈证明了自己，也能自己做主，和你离婚了。刚才车里的人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啊？副总，到了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只是我一直不敢承认而已。当我知道我一直找的那个人就是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少爷，夫人她是我的妾，走了。刚刚在小区门口，应该就是她。也是，我这么伤害她，她离开我也是应该的。副总，有夫人留下的东西，这是夫人留下的离婚协议书，还有老夫人给她的傅氏传家宝，以及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不可能再让你离开我。副总，集团在国外出现了点事儿，必须得您亲自出国一趟。我出国的这段时间，
务必保护好冉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派人保护好夫人。月希姐，你真厉害，竟然真的进入了中赛，这次副总肯定对你刮目相看。为了这次金秀大赛，我可是回家专心练了许久。苏清冉，她竟然也进了复赛。苏清冉，秀，这不是被我们次界除名的苏清冉吗？没想到竟然也进了中赛呀！许荣，你不是被次界除名了吗？副总那是受了你的蒙蔽，多亏了我们月溪姐拆穿了你的真面目，才让我重回次界。倒是你，跟我演了副总那么久，还是入不了副总的眼啊！你随便，反正我现在跟傅思涵、跟次界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谁说没关系的？你占用的可是我们次界的参赛名额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！这个贱人为了获得参赛名额，不惜插足我们林长秀和副总之间的感情，说不定呀，他这能进入中赛都是靠出卖身体获得的，真是恬不知耻。什么？我看这小姑娘这么单纯，没想到居然能做出插足别人感情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来。就是，她还有脸竟然来参赛。我要是她呀，干脆找个地洞钻进去得了，免得丢人现眼。你们血口喷人！这分明是我靠自己实力赢来的。况且我跟傅思涵已经领证。算了，懒得跟你们废话。总之，我今天来是要夺冠，然后扬名天下。就凭你也配夺冠？你右手烫伤，真当自己两只手都能刺绣？上次差点就被你唬过去了。诸位安静。马上就是京秀大赛的中赛，这次呢由我来担任主持。下面，京秀大赛的中赛马上开始。宋大师可谓是当世顶尖大师，由您来主持，我们自然是信服的。苏清冉，咱们走着瞧。就算你真能左手刺绣，这次的金秀大赛，我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可是金秀大赛中赛，他区区一个次界长秀，该不会还能耍手段吧？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论刺绣一道，除了我师傅，我还没怕过谁。月希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，这次肯定让苏清冉身败名裂。很好，苏清冉，我倒要看看这次没有思涵帮你，你还有没有那么好？这次的中赛考核内容不定，诸位可随意发挥，只要能展露出大家的实力即可。时间为1天，下面比赛开始。最能展现实力的，那便选双面3一宿吧。终于完成了，这次花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，又进步了。前段时间为了找房子都没好好睡觉，好累。这个小姑娘是代表哪家来参赛的？虽然年轻，但能进入到中赛，也代表是有水平的呀。
怎么这么早就放弃了比赛？这个小姑娘是代表哪家来参赛的？虽然年轻，但能进入到中赛，也代表是有水平的呀。怎么这么早就放弃了比赛？说不定啊，这是已经绣好的。我之前看她落针行云流水，显然功底很强啊。我看哗众取宠罢了。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苏清然，你还真是有自知之明呀，知道自己赢不了，直接开始摆烂了。总比你这个连大赛都参加不了的人好。你什么你啊？你还真是有当狗腿子的潜力啊！主人都不用发话，你就开口咬人了。苏清然，你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力了。待会儿我看你还叫不叫得出来。金秀大赛一切凭实力说话，我们走着瞧就是。下面将进行现场展示诸位选手的作品以及最终评审，请呈上第一幅作品。第一幅作品，最终评审以下。请呈上第二幅作品。第二件作品，最终评级丙上。下面这件作品是来自于次届的林长秀，这是一幅双面异色绣，双面色调过度自然，光泽度饱满，最终评级甲下。月溪姐，没想到你的作品真的得到了甲下，这下咱们次姐可要出名了，这都是我们月溪姐的功劳。区甲下也敢炫耀？瞧不起甲下，说不定你一会儿连丁等都没有。月溪姐，这金秀大赛的中赛呀，可没有丁等，这要真是丁等了，那岂不是跟没有成绩一样了？下面的这幅作品是来自于个人参赛者苏清然。等着瞧好了，一定闪瞎你们的双眼。下面这幅作品这次集团在国外出了点事情，没想到耽误这么长时间。人还怎么样？夫人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决赛，今天就是决赛日。去比赛现场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副总，您之前让我查夫人3次被陷害之事我查到了一些证据，这些都是林月溪做的，而且我还收到消息，他们会在决赛上陷害夫人。林月溪，走。下面这幅作品，这苏清然是谁？竟然敢交出这样的作品来，简直是对刺绣和精绣大赛的不敬！宋大师，他就是苏清然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大赛没开始多久，你就开始睡觉，如此态度不端正，简直是敷衍了事。宋大师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绣的可是一幅双面3艺绣。什么？这就是你绣的双面3艺绣？这不是我的作品啊！苏清然，你可真会吹牛。这世界上除了绣社和几位归隐山林的老大师，就无人能绣出这双面3艺绣。你当你是绣圣呢？林月溪，这肯定是你们搞的鬼！哎，苏清然，你可别乱泼脏水啊！这说话可要讲证据的。这金绣大赛谁敢倒？就是，我看呐是自己心虚吧。他比赛就一直在睡觉，大家都一直看着呢。这么短时间能绣出什么好作品来？宋大师，像这种
态度恶劣、道德败坏之人，就应该赶出刺绣界，让所有人引以为戒。苏清然，我说了，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。封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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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你已经犯了众怒，那我就慢着，慢着！这是副总。副总竟然也来参加刺绣大赛了？他会是为了我来的吗？思涵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又是为了这个苏清然？月希姐，你别担心，副总肯定是知道你得了甲等的好成绩，来为你祝贺的。也是，林月熙才是他的心上人。苏清然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况且他那么厌恶我，怎么会帮我呢？思涵，我为自己付出这么多，都是我应该的。冉冉，你没事吧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副总请自重。你的心上人在那边。傅思涵，你干什么？冉冉，我不会再放开你了。傅思涵，你凭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没做过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对不起，以前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不相信你。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委屈。思涵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不是来祝贺我的吗？林小姐，请你注意，我们副总正在和夫人说话，请你退后。夫人，说什么？林小姐没有听错，苏清然就是我们副总的夫人，他们已经领证，即将步入婚礼。不可能，你说的是假的，骗人的。思涵怎么可能会娶苏清然？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傅氏集团副总竟然结婚了，结婚对象还是这苏清然。那他苏清然怎么还会干这种事儿？闭嘴！苏清然是秀胜的徒弟，怎么可能会秀出这种东西来？他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什么？苏清，傅夫人竟然是秀胜的徒弟？副总，虽然您是傅氏集团的总裁，但也不代表您说的都是对的，除非您能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李玉，这就是证据。除此之外，林月熙前后3次陷害夫人，我们都已经收集到了证据。林月熙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3番2次陷害我？无冤无仇？思涵他本来是我的，都是因为你的出现才抢走了他。林月熙，我可从来都没说过喜欢你。傅思涵不喜欢林月熙，那他的心上人是谁？你3番2次的陷害我的夫人，你还有什么话，就留着跟警察说去。副总，饶了我们吧！宋大师，现在应该给我的夫人一个公道了吧？副总、傅夫人，
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，我们一定给二位一个交代。来人，还不快去把傅夫人的作品给我找出来！慢着，还有那颗老鼠屎，开除！全行业给我封杀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瞻仰瞻仰傅夫人的作品。哇塞，这是真正的双面三异秀啊，真是难得的佳作呀！还有这化生针法，傅夫人竟然是修圣徒弟，之前都怪我们有眼无珠，还请苏大师莫怪。这精秀大赛的冠军啊，非苏大师莫属啊！还请苏大师以后多多指点。是，一定。你刚才不是原谅我了吗？副总可是傅氏集团总裁，为了心爱之人创办了次界，怎么会需要我的原谅呢？冉冉，你误会了，我的心上人一直都是你啊。副总觉得我好骗吗？我们认识之前，次界就已经创立了。谁说我们是次界创立之后才认识的？你不记得我，你还不记得他吗？这个不就是林月溪剪碎用来陷害我的那块绣帕吗？来仔细看看。这绣帕怎么有一种熟悉感？这不是我小时候跟师傅学刺绣之后的第一件作品吗？怎么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我记得，好像小的时候，把它送给了一个小男孩。这就是你小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你说，长大之后一定会嫁给我。我的心上人也一直都是你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说出来这种话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回家。咱家在粉方向。我回我爸妈家。那我也去。你去做什么？结婚这么久了，我还没见过岳父岳母呢，正好跟他们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情。谁要给你举办婚礼了？离婚协议早点签好给我。哎，你做什么？离婚协议我已经撕了，以后不许再提离婚。以后你要是提一次，我就当你大庭广众之下信你一个。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幸福美满！早生贵子，儿女双全啊！副总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！师傅祝福你们。哎呀，加油！祝我早抱上重孙子！去一个！